印度在过去很长时间在南亚地区横行霸道，脚踢斯里兰卡，拳打巴基斯坦的，甚至坐拥400万大军。但是为何在我们看来还是菜的抠脚呢？需要承认的是，在纸面数据上，印度确实不算弱，相反，甚至还有些强大。很多版本的全球军力排行里，印度常常能在前3到前6徘徊。而且就军事装备来说，印度也不算差。美俄2个军火贩子在普通装备上算是有求必应，而欧洲几个传统的军火贩子也常常能在其中喝点汤。印度虽然无法跟世界顶尖军事强国对抗，但是在南亚也确实称得上一霸。从整体看，印度军队里面，海军的航母是俄式加英式，潜艇是法式的，空军就算是混搭了，主力还是俄制，搭配法国、美国、印度自产的装备。运输机、预警机以美制为主，而陆军就更是五花八门了。别说什么远火、重炮、防空等等，光是步枪就能是印美俄混搭风格。子弹这种消耗极大的易耗品，差点弄死印度后勤。而印度3军的人数看，主要分成3个阶层，主力在大概140万左右，陆军占据大头。次等级的是维持在100万左右的准军事力量，算是预备队。最后则是以退役人员、雇佣兵等存在的230万左右的民间武装力量。当然，其实这230万可以算是印度自己给自己埋下的地雷。万一哪天新德里控制力量被削弱，这230万人就是某些地方势力的话语权了。从装备总额上，4000多辆主战坦克，2000多步兵战车，4000多门火炮。空军方面，原300架摔了几十架的苏30 MKI， 快摔没了的小部分米格29和幻影2000，6架伊尔78加油机，加上陆续到货的阵风战机。海军方面，10艘驱逐舰，2艘在长期驻扎造船厂的航母，多艘潜艇。从纸面上来说，数量庞大、装备数量和人数给了印度不是1962年的错觉，但是实际战斗往往与纸面上的数值相差甚远。这其中文化、制度、国民舆论导向、战略思路都是影响因素。而光以印度军队内部情况来说，就决定了印度军队哪怕掌握大批量的先进武器，在中国眼中，印度军队依旧是菜的抠脚。首当其冲就是后勤问题。印度军队内部腐败几乎是公开化的，高层倒卖军粮、物资，而为了让印度士兵不至于闹事，往往就是转换成大量高热量的高饱腹感的食物，而丝毫不考虑营养平衡之类。因此，很多视频照片中，一些印度老兵往往是大腹便便。另外就是参加的态度问题，因为是职业兵制，印度军队中收拢了大量的底层无业人员，这些人参军的唯一目的就是单纯混口饭吃。在很多视频中，我们常常看到印度士兵在执行一些军事技巧时笑话百出，真是做不到吗？其实不然。曾经有印度退役士兵就透露，长官喊练习翻墙，翻不上去才是聪明人，一下就翻过去的傻蛋都被送到前线了。由此可以看出印度人在战斗意志上的薄弱。而在我国看来，参军是基于保家卫国的观念，这一点可以说早已深入人心。光论战斗意志就足够碾压印度军队，军工科技、军事装备这些就更不用说。因此，在网上虽然有很多印度军队纸面数值的讨论，但是在我国看来是真的有些菜的抠脚了。